你最近去银行办过定存吗？如果你有，大概会被告知一件事：3、5年的定存，很多家银行已经不卖了，不是额度紧张，是产品下架。同一时间，隔壁金店的招牌上金饰克价悄悄少了300块，一个工具在消失，一个工具在降价。两件事看着不相关，但它背后指向同一个问题：对海外华人来说，你的钱能放哪？今天这一期我就把这件事从头拆开，告诉你定存退场后海外华人资产避险剩下哪4条路，哪条适合你，哪条不要碰。看完你自己判断。我会先讲这次银行动作的真正含义，它不是降息那么简单，是银行在悄悄调整自己的资产端，然后是金价回调的逻辑，为什么这波跌反而可能是机会，再然后是海外华人配置黄金最容易踩的坑，你以为买了黄金，其实买的是一张欠条。最后我会给你4条可以马上验证的路，附带每条路的真实成本和流动性对比。这个话题今天还在发酵，但大多数人还没意识到两件事是同源的。看完这期，你会比 99% 的华人更清楚发生了什么。先说清楚背景，过去1年全球主要央行走的是2个方向。美联储按兵不动，沃什主席接任后，市场原本预期的50个基点降息已经被推迟到今年下半年。中国央行这边连续几次下调存款利率，3年、5年这种长期定存产品对银行来说成本太高，收益太低，所以银行自己的选择是撤掉，不是某一家银行，是行业趋势。财联社的消息，多家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3年期、5年期定存产品正在下架。微博上多家银行下架3年期、5年期定期存款的话题，这2天冲上热搜。几乎同一时间，零售端的实物黄金金饰克价比上个月跌了大约300块人民币。微博上金饰克价已大降300元的话题几乎并列热搜，2个热搜同一天，这不是巧合，因为定存利率的安全在降，实物黄金的机会窗口在开，海外华人恰好夹在中间。你不像国内的朋友只考虑人民币资产，你也不像美国的朋友没有人民币计价的工具可选，你手里可能是美元、新西兰元、新加坡元、澳元，你可能一部分钱在母国，一部分在当地银行。这种跨境双币种部分时间窗口受限的状态，就是今天这期视频的观众画像。下面进入正题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，不就是降息吗？降就降呗。不是的，降息是央行调一个数字，下架是银行主动把产品从货架上撤走，这2件事性质完全不同。降息是价格变，下架是商品没了。举个例子，你常去的一家咖啡店，咖啡从30块降到28块，这是降息。你常去的那家咖啡店直接把招牌摘了，说我们不卖咖啡了，这是下架，完全不是一回事。那为什么银行要这么做？本质原因是银行自己的资产端已经撑不住这么长的负债了，存款利率是银行借你的钱的价格，贷款利息是银行放出去的价格。当这2头的利差越来越薄，银行每多卖一份3年、5年定存，就在多亏一笔钱。所以最理性的选择是少卖或者不卖，尤其在利率下行的预期里，3年、5年这种长期定存等于银行和你赌未来3年利率会涨回来。如果赌输了，你赚，银行亏；如果赌赢了，也就是利率继续下行，银行可以拒绝兑付高息，提前终止产品。合同里有提前终止条款，但这种操作成本太高，声誉风险太大，所以银行更聪明的做法是直接把产品撤了，让你根本没机会买。那缺的这个口子谁能补？不靠任何券商，不靠任何银行，不靠任何中间人，实物黄金。1克金币可以放在新加坡金库，也可以放新西兰本币。如果今天这场银行动作让你开始想，我要不要给自己配一点实物？我合作的实物经营平台 Bullion Star 新加坡实体金库，1克起买，没有最低门槛，描述栏和置顶留言都有链接。海外华人看到这个消息
第一反应往往是我在海外，国内定存跟我没关系。但你再想一步，你汇款回国的父母是不是就在受影响？你准备给孩子存的婚嫁金、教育金是不是就在受影响？即使你人在海外，国内资产端的安全工具消失，意味着你的母国那部分钱缺少一个长期锁利的选项。这件事和每个人都有关系。讲完定存退场，再来看金价。现货黄金这周大概在4450到4480美元之间波动，比上个月的高点回调了大约 1.5% 到 2%。 微博上热搜原话金市克价已大降300元，算一下3000克差3000块人民币，一克黄金过去2周便宜了大约100块人民币。那金价为什么跌？3个原因。第一，美联储6月16到17号的议息会议，市场之前预期会降息50个基点。5月底公布的褐皮书显示，通胀压力还在，这个预期基本被砍到接近0。降息预期降温，美元走强，金价就承压。第二，5月 ADP 就业数据和职位空缺数据都好于预期，市场重新调整美联储的利率路径，认为降息可能要推迟。第三，美伊关系虽然还紧张，但停战谈判一直在推进，地缘风险溢价被部分消化，3个原因叠加，金价6月开始回调。但你要看清一件事，这一轮回调是技术性回调，不是趋势反转。理由是长期支撑金价的基本面一个都没变，各国央行在持续买金，美元的实际购买力在持续下降，地缘冲突的根源没解决。机构年底目标价摩根大通给到5000美元，年底前还有上行空间，所以短期的回调对长期买家来说反而是上车窗口。但窗口开了，不是所有人都能上车。关键问题来了，你上车的方式决定了你到底有没有买到黄金，这是今天最关键的一节。海外华人买黄金最容易踩的坑，你以为你买了黄金，其实你买的是一张欠条。什么意思？你在券商 App 里买黄金 ETF， 账户里显示您持有 X 克黄金，你心里想我有黄金了，但实际上你持有一家金融机构发行的凭证，这张凭证代表理论上对应这么多克黄金，但这些黄金存在哪里你不知道，而你和这些黄金之间夹着这家金融机构，这就是对手风险。如果这家机构倒闭了，你账户里的 X 克黄金变成清算资产，清算需要时间，清算可能打折，清算的时候金价可能正好是高点，但你拿不到那个高点。这不是吓你，2008年金融危机，雷曼兄弟倒了，持有雷曼发行的黄金凭证的人，最后拿回的钱不到票面价值的 50%。 2020年新冠第一周，全球最大的黄金 ETF GLD 单日折价 8%， 原因是流动性挤兑，所有人想卖没人接盘。那几天如果你需要用钱，你账户里的黄金根本卖不到金价，这就是纸黄金的真相。它方便，门槛低，像股票一样买卖，但它不是黄金，它是一张以黄金为名义的欠条，而欠条的命运取决于发行人的命运。那海外华人怎么办？实物黄金一克起买，你直接拥有这件东西，没有中间人，它可以在新加坡金库，也可以在新西兰本地，你买的那一刻，法律上你拥有这块金属，没有对手风险。这也是为什么定存退场的同期，金市克价跌300块，实物端真实的买盘信号。当所有人都在撤欠条的时候，实物才是真的。讲完这些，给你4条可以马上验证的路线。第一条，海外本地银行的高息储蓄账户。如果你在新西兰、澳洲、新加坡当地银行有账户，看一下他们的1年期以下储蓄产品，短期工具没有下架压力。第二条，实物黄金直接持有，不是 ETF， 不是纸黄金，实物金条、金币你自己拥有，不依赖任何机构，流动性可以从高到低排列，金币最灵活，大金条单价低但折价大，新手建议从小规格金币或1克小金条开始。第三条，实物白银作为补充，白银价格波动比黄金大，但工业需求支撑长期逻辑，可以配置 10%到20% 作为对冲。第四条，保留一部分灵活现金，
永远不要把钱全部锁死。海外华人的优势是多币种、多地区，跨境流动相对自由，保持10%到20%的灵活度，机会来的时候你才接得住。这4条路没有标准配比，你的年龄、收入、负债、家庭情况决定你的比例。但今天开始，请把实务和凭证分开看。今天讲的这几条路，描述栏和置顶留言都有链接。如果你想了解实务经营的入门，可以看看我合作的 Bullion Star 新加坡实体金库，一刻起买，没有最低门槛。有兴趣的可以去转一圈，不买没关系，至少知道实务端长什么样。看完这期，最想听你讲的是，你现在把钱放在哪儿？你身边的朋友有没有已经动起来了？评论区聊聊，我下期选点赞最高的那条留言做一期深度回复。以上内容仅为信息分享，不构成投资建议。黄金、白银、贵金属投资有风险，价格可能大幅波动，请根据自身财务状况咨询专业顾问后再做决策。